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欢乐村1年1度的运动大会。今天的竞赛相当的精彩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运动会的重头戏100公尺赛跑。欢迎第一位选手，为人老实的龟龟，请大家为我加油。再来欢迎我们第2位选手，是我们活泼的兔仔。嘿嘿，今年一定是我拿下冠军啦！好，谢谢兔仔。这场比赛有请我们欢乐村的护村师来担任我们的赛事讲评。让我们欢迎护村师，欢乐村的健康守护者，来为选手们勉励几句话。不管竞赛结果如何，安全为第一优先，选手们加油！好，谢谢护村师。那我们比赛即将开始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！好，现在领先跑在最前面的是兔仔，龟龟则紧追在后哦。兔仔中途停了下来，并跑到一旁树荫。他打算做什么呢？什么？原来他烟瘾发作了，并打算稍作休息的样子。看来兔仔对这场比赛相当有信心哦。不过龟龟也快追上了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跟兔仔说过多少次要他戒烟，他就是不听啊。兔仔也发现龟龟要追了上来，开始跑了起来。不过速度好像变得很慢，而且喘个不停哎。快喘不过气了。兔仔他的状况好像不太妙，比赛先暂停一下。兔仔，刚刚看你在吐痰又抽烟，只不过是在平地跑，你就在喘。我怀疑你得了 HIT-B。护村师，什么是 HIT-B？ HIT-B 及肺阻塞都是慢性阻塞肺疾病的简称，是一种因为慢性呼吸道发炎造成的呼吸道阻塞。引发慢性发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呼吸道长期受到脏空气的刺激，例如抽烟、空气污染、在工作环境中吸入粉尘、烟雾或化学物质等，而导致呼吸道组织受损或阻塞，严重的话会导致呼吸困难。我除了走快一点会容易喘起来，呼吸时也一直会有痰声，也常常咳嗽跟吐痰。HIT-B 的症状有长期咳嗽有痰，活动时喘得特别厉害或胸闷。如果这些症状持续3个礼拜以上，就需要就医检查。如果是走路走快一点，或是爬到2楼就会觉得喘，也要留意哦。因为跑步喘喘的，就确定我有肺部疾病吗？怎么会？除了这些症状外，还有其他有迹可循的状况。我们可以用1分钟问卷来看看你有没有符合其中任一项。1. 是否有长期吸烟的习惯，或是长期处在2手烟的环境？烟品内的数千种有害物质会损害肺部原本的抵抗力，并造成慢性呼吸道发炎，产生痰液堆积，不易排出，容易造成感染。长期下来，呼吸道与肺泡变形，导致呼吸困难。2. 欧北少，常有不定时会咳嗽的情况。3. 常吐痰，喉咙常卡痰，觉得有异物感。4. 滴滴喘，会莫名的喘，且越来越严重。活动时，例如运动、爬楼梯、提重物，会觉得喘得特别厉害，持续有喘的症状。5. 长期暴露在刺激性物质环境中，例如厨房的油烟或是职业性的粉尘，像是石棉、细、煤矿、棉屑或是谷物等漂浮在空气中的细微粒子。还有硫酸消炎或是氨气等侵蚀性的化学物质，这些空气污染都会让我们长期支气管受到破坏，导致呼吸困难。6. 有家人或亲戚曾罹患 HIT-B， 只要符合其中一项，就有可能是 HIT-B， 应尽快前往胸腔内科，由医师评估临床症状与安排肺功能检查来确定。那这样这些症状我都有，而且也长期吸烟，那我该怎么办？经医师确定是 HIT-B 后，一定要好好开始保养肺部，避免肺功能持续恶化。
1. 戒烟及远离二手烟、三手烟。2. 按时回诊追踪，正确用药。吸入型药物依作用分成控制型及缓解型。控制型药物作为预防和抗发炎的药物，平时就要好好规律的正确使用，才能避免症状反复的发作。缓解型药物则是在急性症状发作时才使用，帮助支气管扩张，降低呼吸困难的程度。吸入型的药物依剂型分为2种，一种为喷雾型，需慢慢吸长吸饱；另一种为干粉型，需快速吸长吸饱。使用什么种类的药物都是由医师评估后开立，因为每个药物需要注意的细节都不一样，建议一定要找 HITA-B 个管师好好学习正确的吸药技巧，才不会用错方式导致控制不好哦。3. 适度的运动、散步、扩胸运动、居家肢体伸展都可以帮助 HITA-B 的控制，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，降低急诊率、出院率和死亡率。再搭配肺部复健运动，如呼吸训练，可以增加肺部的肺活量，减少呼吸困难的发生，改善症状。但在进行肺部复健运动前，应该先经过医师与呼吸治疗师的评估。4. 注意水分的补充，有效咳嗽或勤拍痰，经咨询医师或呼吸治疗师后，如果遇到痰多，可透过拍痰来帮助痰液排出。拍痰时手呈杯状弓起，在背部规则的拍打，每个部位需拍打3至5分钟，最好在饭前1小时或饭后2至3小时进行，避免呕吐的情况。每天拍痰约2到4次，依照痰液的多寡可以调整次数。5. 常洗手，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，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或密闭环境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季节。6. 饮食要均衡，营养补充可促进体重增加，改善呼吸肌肉力量及整体生活品质。7. 接种疫苗可减少感染后发生重症与死亡的几率。虽然 HITA-B 没办法完全好，但是确实做好这7样，就可以和 HITA-B 和平共处，拥有良好的生活品质。兔仔加油 ！HITA-B 是可以稳定控制的。恭喜龟龟才是这一次的胜利者，我们也一起为兔仔加油，祝福他的 HITA-B 可以好好稳定控制。加油！